大家好，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“中产正在逃离国际学校”。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国际学校的家长，我觉得学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，同时也给那些打算让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的家长提供一些建议。我们家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读国际学校，但最初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主动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当地的户口，也没有能力提前给孩子购置一个可以入学的学区房。就这样，几乎所有公立小学都向我们关上了大门。于是，我们只能让孩子去读国际学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孩子逐渐适应了这种教学模式，初中时我们也就没有再换学校。虽然中考时孩子考上了公立高中，但我们全家经过慎重考虑，最终还是决定选择国际高中的教育。首先，国际学校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很大，尤其是疫情之后，外教数量明显下降。从海关的数据来看，目前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数量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。此外，像吉林出现的针对外国教师的攻击事件，也让很多外教在合同到期后选择回国，而不是继续留在中国任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际学校之间为了争抢外教也是常见的现象。举个身边的例子，疫情前我们孩子学校外教的比例高达 90%， 但现在呢？虽然官方说是 70%， 可实际感受可能连 50% 都不到。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，师资力量的削弱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，孩子的学习环境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冲击。其次，消费降级的现象也非常明显。孩子身边有不少同学因为家庭生意失败或经济压力增大，不得不转学离开。这些变化让我们这些家长不得不更加谨慎地考虑孩子的教育选择。再加上国内国际学校的宣传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很大差距，一旦选错，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严重的是孩子无法弥补的宝贵时间。这也让不少家长采取宁可保守也不选错的态度，选择让孩子读国内高中，配合培训机构，或者进入公办高中的国际班。进入国际学校后，学生和家长所面临的压力并不小。对孩子来说，不仅要适应全新的学习环境，还要用外语进行学习，加上繁重的课外活动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。对家长而言，除了高昂的学费，还有许多隐形开支，比如校外培训、留学申请等各项费用。很多国际学校总是以成功申请到名校的毕业生为典范，仿佛没有进入 Top 10或 Top 30的大学就算失败，这无形中增加了孩子和家长的压力。顶尖的国际学校不仅看重学术成绩，更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。我认识的一位家长，为了让孩子成功申请美国名校，投入了超过200万元，包括参加各种比赛、拍摄短剧等，来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。在这种氛围下，留学的压力不仅来自孩子的学业，还渗透到了家长的心里，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竞争环境。基于我的经历，我想给正在考虑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们一些建议。什么样的孩子适合选择国际学校？首先，非常优秀的孩子会非常适合国际学校。除了学术课程外，学校还提供了丰富的课外活动，比如演讲、艺术、体育等。如果孩子在这些领域有才华，国际学校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。这类学生往往是海外大学青睐的对象，能够申请到理想的学校。其次是那些不太适应国内应试体系的孩子，像我的孩子平时成绩不错，但一到考试就容易紧张。中考时经历了3次模拟考试，成绩起伏很大。而国际学校更注重日常表现，考试压力相对较小，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孩子的考试焦虑。此外，国际学校的活动较多，孩子在演讲和表达方面也得到了更多锻炼，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升。为什么财务规划至关重要？选择国际学校后，许多学校并没有国内的高中学籍，这意味着孩子必须坚定地走国际化的教育道路。这不仅仅是学费的问题，还包括未来3到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际教育支出。很多家长以为可以依靠当前的收入来应对未来的教育开支，但事实上，你必须提前准备好足够的资金作为后备金，
避免走到一半时发现资金不足，这将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。另外，放弃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也是非常关键的。过去，很多家长觉得可以通过卖房来支付孩子的留学费用，甚至有些人认为，如果孩子未来读研究生，可以再卖一套房。然而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波动，这种计划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。我身边有家长在国内及海南、厦门等地通过加杠杆投资房地产，结果如今不得不调整孩子的留学计划，改为选择国内高考。因此，在未来的教育规划中，不应依赖房产变现，特别是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，做好稳健的财务准备至关重要。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，国际学校的孩子通常需要住校，这对亲子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家长一定要避免简单粗暴地逼迫孩子，必须保持良好的沟通，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。这个阶段，孩子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。很多孩子在出国后，因为独自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产生焦虑，甚至出现心理问题。我孩子班上就有一位中国学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最终不得不休学。所以，在面对国外新环境的压力时，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家庭关系尤为关键。家长与孩子的共同支持，才能帮助他们应对和解决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。理性选择学校和专业，在选择学校时，不要盲目追求名校的排名，而是要更加关注学校在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实际实力。如果孩子对某个领域感兴趣，比如计算机，那就选择该领域有优势的学校。但如果孩子并不喜欢，强迫他们学习，并不会有好的结果。国外大学，尤其是理工科课程压力很大，很多中国学生因此中途转了专业。因此，选择学校和专业时，最重要的是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适应性，而不是一味追求名校的光环。